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交锋，而是一场中共自己点燃的外交暴雷。当王毅亲口对欧盟高层说出那句话，如果俄罗斯输了，美国就会全力对付我们，中南海精心布下的国际布局当场破功，欧盟愕然，普京无语，北京更是瞬间破防。王毅这句大实话不只戳破中共对外的遮羞布，也让那场原本打算拉拢欧盟、对冲美国压力的峰会彻底变了味儿。这场从合肥到布鲁塞尔的外交连环崩塌，不只是一次战略失误，更像是一场公开的溃败。它揭示出中共最怕的事终于藏不住了。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港媒南华早报今天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7月2号对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说，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利，这样美国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王毅这番话与中共公开的表态完全相反，却证实了布鲁塞尔对北京的看法。然而，王毅否认了中共在财政或军事上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说法，声称如果这样做了，战争早就结束了。在长达4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辩论中，一些欧盟官员认为，王毅是在给卡拉斯上现实政治课，其中一部分要点是北京认为华盛顿很快就会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东方。有观点认为，王毅大实话是说，虽然中共并没有要求战争，但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乌克兰问题，战争的延续就可能符合北京方面的战略需要。这场持续3年的冲突仍然是中共与欧盟之间最大的摩擦源之一。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北京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北京否认了这一指控，但从未批评过俄罗斯的入侵，并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报道说，7月2号的对话气氛紧张，但仍维持了外交礼仪上的尊重。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仅剩3周时间，王毅的强硬语气让外界感到意外，这让中共所有的魅力攻势全部化为乌有。王毅告诉卡拉斯，为期2天的峰会本身可能会缩短，这暗示北京方面对欧盟在峰会前的定位感到不满。资深媒体人蔡胜坤今天在 X 平台发文说，王毅对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的表态显然不是口误，而是奉旨泄密，这颠覆了他战狼外长的形象，也有可能让他背锅交出外交部长。中共最怕的是美国。蔡胜坤在今年2月15号在 X 平台说，美国新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是中共。万斯在慕尼黑说，川普将与莫斯科基辅进行谈判，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让美国能专注于真正的问题，那就是中共。万斯说，这才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而我们却完全分散了注意力。纽约时报7月4号报道，川普的策略是孤立中共，与越南的贸易协议是重要一步。报道称，川普总统在他的第1个任期里曾强迫企业解除对中国的依赖，现在他正在向世界各国施压，把中国从他们的供应链中挤出去。越南与美国7月2号达成初步贸易协议，是向这个目标迈出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步。协议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将对来自越南被归类为转口贸易的出口商品征收 40% 的关税，这些商品原产于另一国家，只是经越南转运。这项惩罚性措施针对的是中国。中国一直在利用越南和其他邻国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政府也已加强了出口管理，以确保出口美国的货物有准确的文件记录。这2个国家还集中了出口许可证的签发权。在敲定任何贸易协议之前，川普政府已在改变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看法。辛里奇基金的贸易政策负责人黛博拉·埃尔姆斯说，
目的是把中国挤出去。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也说，美国与越南的关税协议凸显了白宫在这轮紧张激烈的全球贸易谈判中的首要任务之一，严厉封堵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转运后门。面对美国的贸易封堵，王毅又在欧盟翻车，中共再也装不下去了。彭博社7月3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要求取消为期2天的中欧领导人峰会的第2天行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原计划于7月24号前往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然后在7月25号前往合肥参加商务峰会。目前的安排只保留了在北京1天的行程。此次峰会突然缩短出乎意料，负责活动组织的中国欧盟商会于北京时间7月3号上午才通过电子邮件邀请会员报名参加将在合肥举行的会议。中共试图利用美国的关税政策拉拢欧盟，并将自己吹捧为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但中共在俄乌战争的亲俄立场以及中国产业冲击全球市场，已将欧盟推得更远，更靠近美国。中共试图另立山头的做法正遭受挫折。17届金砖国家峰会本周末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共总理李强取代习近平出席。金砖带有抗衡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反西方国家联盟性质，自其成立并运营以来，中共一直想做盟主，并希望人民币代替美元，成为金砖国家主要货币。不过，这次习近平缺席峰会，普京也因为国际法庭的抓捕令不敢出席，金砖的含金量骤然下降。彭博社7月3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认为，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存货币实为谬论，因为它无法自由交易。他说，中国14亿人想把钱转出境，这就是说，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想拿着人民币千方百计换成美元或其他国家的钱。中共四处碰壁，一心挑战美国的中国梦，随着习近平权力的滑落和中国经济的危机而破碎。王毅今天又私下伪装，将中共最害怕的事大白于天下。这位被称作老驴的中共战狼，可能也真的累了，想躺平休息了。你觉得是这样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